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聊腾龙的新出这支50-300镜头。今天这个场景有点特殊啊。其实本来我到这地方，经常吃早饭的一个地方，想拍点素材，结果到了之后发现，这地方真是舒服，而且居然这个把这个篝火都点起来了。你有所不知啊，现在是墨尔本6月中下旬，已经开始入冬了。尤其这2天入冬就是降温，天气特别的冷。到最后就发现，在这个火边一烤特舒服，干脆走不动道了。干脆咱们就在这支镜头的点性使用的环境里边，跟大家聊聊这支腾龙50-300镜头。欢迎收看《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》，我是大马猫本。这支镜头其实刚出来的时候，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。你看，从参数上来讲，50到300，光圈4.5到5.6。你看，论这个焦距段啊，腾龙自己有比它更长的50到400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之前比它更便宜的70到300，腾龙还有28-200，然后还有光圈比它更大的镜头。那这支镜头为什么要出？它适合什么来用？先说结论，我觉得这支镜头最合适的定位就是 iPhone 的最佳伴侣。首先，没人否认现在用手机拍照是越来越流行和越来越实用吧。手机有它非常出色的色彩，然后在用拍摄那种大场景的时候，智能算法可以把这个光比调节你就像肉眼使用的一样。然后呢 ，iPhone 呢也非常的方便。但是用 iPhone 拍摄的时候，也必然有它自己一个弱点。首先，在这种手机上拍摄，对于细节刻画的话，还是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，对吧？当然，还是用这种真正光学的镜头，在这种大底的相机上成像，出现那种质感，出现那种色彩的反应，应当还是特别能够愉悦人心的。虽然我们现在的手机的焦距做得越来越长，但是它的光学的防抖，包括这个像素放大产生的这种影像的话，你还是属于一眼差别。对比之前它的70-300那支长焦镜头，虽然听起来50-70只是差了20毫米，但是这个20毫米如果要放在广角端，那是差异非常大的。50毫米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是属于即使你手里只有这么一支镜头，你发现50毫米可用，它的视角并不是特别窄，并不是像70毫米的时候拿起来就觉得哇视野超窄，这就会让你拍摄的题材有了一个限制。就是哪怕你拿这支50毫米起步的长焦镜头作为平时挂机来投来用的话，你会觉得也不会觉得特别这个局促。所以50毫米这种可用的视角，再加上本身并不重的这个重量，就让这支镜头和相机，你甚至可以把它放在稳定器上使用。这支镜头用起来什么感觉呢？就是说，大家其实对于每一支镜头的感知是不太一样的，或者说对于每一支镜头的性能感知不一样的。刨去焦距段这个以外，第一个感知其实就是重量和体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第二个感知比较大的是对焦速度。这支镜头对焦快和慢，直接在你拍照的时候就有很强烈的这个反馈。而且像一支镜头如果对不上焦的话，那你是砸了它的心都有了。那第三个的话，可能是它的一些附加的功能，比如说是不是带微距啊，是不是带一个防尘防水，让你用起来很踏实。至于画质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排位比较低的，所以我现在基本上不把画质的评测放在一个很大权重的位置上。你想，现在这个镜头做出来，如果画质不行的话，你还怎么卖啊，对吧？而且这个画质这个玩意儿，你如果要是放了一个特别劣质的 UV 镜在前面的话，对于你画质的劣势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你看我现在所有的镜头，基本上在使用的时候都是把它的 UV 镜去掉，裸奔，然后前面加一个中央罩，让它的光学素质达到最佳化。我用的是如影 RS3， 它放在稳定器上，哪怕我变焦，都是不用重新调频的。当然，你为了让你的画面最优化的话，最好建议调频，但是实际用起来
完全不用。太漂亮了！我用它放在稳定器上也拍了大量的素材的画面，再加上这支镜头本身是带 VC 光学防抖，手持拍摄，在后期做一做稳定，这些画面绝对是可用的。这对于一个旅行摄影的人来说的话，那画面是有和没有的区别。要说腾龙 G050的300镜头是真是轻啊，标称是600多克啊，比它更长一级的镜头是50-400，那就是1150克了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能带和不能带的区别。你看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直接想到用这支镜头上稳定器。测试之后，这支镜头放在稳定器上绝对是很稳当的。我觉得它的使用的重量跟我之前用的那支24105居然都差不多，就这么轻飘飘的一支镜头。哦，对了啊，这期节目咱们录制的是使用大疆的 Pocket 3，出来什么效果我也不知道。标准的阳光机，我觉得效果呢应该还不错。如果要是对焦没对上，拍砸了的话，那这锅他来背；如果要是拍好的话，那也算我的。哎，这么说起来的话，我觉得 Pocket 3再加上这支镜头，应当也是一个还不错的组合吧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。如果你要是一个深度的摄影爱好者，非要带一支广角的镜头的话，比如像我现在用的是索尼的2070，我给你看看2070能够覆盖什么样的视角焦距段，到50-300能够覆盖什么样的视角和焦距段。你看现在是50到300，基本上我可以看到非常小的这个局部了，然后给你很强烈的压缩感。如果你前面来了一个人，走你，可以拍他这个特写。我现在是2070的视角，70毫米，正经的人眼透视嘛，但是你打开，呼，广角还是有用的。当然我都是用手机，差这点视角又有什么呢？当然有人说你为什么不用400？我觉得到了400毫米这个焦距段啊，你可能就会拍更远的东西，然后呢，或者你想拍这种野生动物，到那个焦距段超过300以后，你对于镜头的空气的这个大气的环境，对于这支镜头的对焦速度，那就有更高的这个要求了。我觉得就不是这个级别的镜头能够handle得了了。如果你真是喜欢400以上那种，或者很多的题材需要400以上焦距来拍，我建议那就买这种专用的长焦的定焦的镜头，比如像索尼自己那支100-400，现在是1代，然后呢，因为时间比较长了，价钱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稳定了。我觉得以它的画质，以它现在的市场价值来讲的话，可以入手了。50-300还是腾龙自己的28-200，或者是说索尼自己的24-240，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您自己的使用的习惯有关系了。50-300这支镜头对我来说的优点，首先它的光学防抖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就是镜头拧到300端，你发现手持稳定得住。哪怕那些有一点点运动的画面的话，你用这个后期防抖的话，也可以稳得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点我是觉得比28-200要稍稍好一点的。毕竟焦距300毫米比200毫米还是差那么一丢丢，虽然在画面上不是特别的明显，但是如果你要拍摄那种对于距离比较敏感的题材，比如像演唱会，比如像拍鸟，尤其城市里边鸟距离比较近嘛，但是比较小，我觉得你可能还是需要这一点点的，这是extra 的这个焦距的。另外一个就是这支镜头在50毫米焦距段，它的微距非常棒，只有22厘米，
所以它在拍摄一些特写的画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实用性还是蛮高的。这支镜头的光学素质怎么样？我本来还阴戳戳的拍了几个特别容易让它出现紫边的场景，后来觉得画质还行啊。这几天的测试下来，发现它的锐度啊，还包括的整个这个画面的表现还行。如果要是真说它的缺点的话，我觉得焦外这事儿呢，怎么说呢？你拉出去拍长焦的时候，你发现焦外还确实是有点乱，尤其你用长焦镜头的时候，难免去拍摄那种树林啊，或者是说这种自然类的环境的场景，它不是说像灯光似的一个大圆斑，它那种带有树林里那种反射，或者是植物缝隙间里或者水面反射这种光线产生的一种细碎的光斑。你会觉得稍稍有那么点眼晕，不过是这样，有总比没有强。它毕竟不是一个让你把这个画面发生到极致的这么一支镜头，它的位置就是你 iPhone 的最佳伴侣。这就是我对这个镜头的总结，好吧？今天对于这支镜头的看法就说到这儿，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